如果一跟你亲戚朋友说要买 Kia， 他们会说哈要咩？可是这个影片可能颠覆你的想法哦。哦，哦，會打碌啊！哦，哦，會打碌啊！官方是講200 km/h 啦，哈。Okay, enough.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爱的人，又见面了，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系列了。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2026年的 Kia Sportage 1.6 Turbo Two-Wheel Drive。如果一提到韩系车，可能你的父母或者是亲戚朋友都会停留在10几20年前的韩国车。当年的韩国正在经济发展中，然后它的汽车也是正在发展中啊。它当时给到的外观、内饰啊，还有配置相当不错的。可是呢，就是因为他们的体验呢，汽车会有点小问题。内饰虽然长得好看，但是有一些内件的东西，它会比较容易磨损，就是所谓的好看不好吃啦。最重要影响他们的概念就是二手价非常的不好，因为当年的日系车在马来西亚的二手价其实最好的，尤其是 Toyota 跟 Honda。可是现在已经2026年了，市场一直变化的非常的快，在马来西亚买车的选择性也多了很多。现在你不管开什么车都好，二手价都是会烂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时代买车啊，不要再盲目追求它的 resale value， 它的二手价了，而是我觉得买一台你喜欢的车，适合你的驾驶，还有它的外观，适合你的气质的车。这个东西扯远了，我们去看一下2026年的 Kia Sportage 1.6 Turbo。Let's go。2026年的 Kia Sportage 呢，总共有分为4个等级，2个2.0公升的自然吸气 6AT，2个1.6 Turbo 的 7-speed DCT， 价钱呢从129千起跳。至于更多的配置呢，你想要了解的话呢，不妨可以去看一下 Kia Malaysia 的官方网站。现在在我身前面这一辆是一个1.6 Turbo Dual Drive 的啦。我这几天跟这台车相处的唯一一个最好的地方就是它的能见度比较少，然后它的设计呢也比较特殊，它不是难看那种特殊，它是好看的，所以我开出去的回头率也是相当的高。现在 Kia 呢采用了现在自家的家族设计，前后的灯还有包括内饰的设计元素很多都采用了一个 L 型的设计。韩国人造车的定义就是我不要盲目跟风，冰箱、彩电、大沙发，人家有我也要有，我做我自己东西，而且会吸引到一些顾客群呢，像我这样爱上了这个内饰还有外观的哈。车身长度为4660mm， 宽度为1865mm， 高度为1660mm， 轴距为2750mm， 是非常标准的 C segment 的 SUV 啦。离地界面181mm 的，所以它的尺寸呢是对标 CR-V 的，空间算很大的。这次的 Kia Sportage 呢，它没有带柴油进来了，在以前15、16年的时候，还有柴油的选择给你的，可是，在马来西亚不太受欢迎。可是你去到韩国哦，10辆里面有9辆都是柴油的。这个是它的钥匙，跟我之前试驾的 Carnival 的钥匙完全不一样啊！这次把所有的按钮的排列到这边来，所以它的锁车是在这边，包括解锁 Remote Start 还有它的胎尾箱的按钮都在这边。想要开启这辆车的车尾箱呢，第一个是在车里面按之外，后面有一个电池阀，或者是钥匙这里开。最后一个就是当我的钥匙靠近这台车的尾箱呢，大概几秒钟吧。
它的signal灯就会亮起啊 ，OK， 它的尾箱就打开了。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选项的话，你可以在唱机里面关掉。590升的尾箱空间，椅背可以做6式倾倒，倾倒了之后可以高达1780 L的尾箱空间啊，所以这辆车的空间是偏大的，可以放大概3到4个行李箱没有问题，至少椅背倾倒了之后都是完全平的。简单来说，这辆车的空间肯定是比 CX-5 大，跟 CR-V 差不多，但是比很多中国车来说，空间的实用性更加的好。我们不单单只是来看这个数据啦。打开尾箱这边有灯，12伏电瓦，今天要改 Wolftronic Exhaust 可以用到，还有一个隐私帘，把它遮起来，这个是 SUV 很重要的啦哈。左右侧这边有一个小挂钩，我觉得可以拉网啊，这边还有马来西亚人最喜爱的啊，这个备胎比较小力哈，最高可以走80 km/h 左右而已啦。还有来自于 Burmaz Auto 的 First Aid Kit， 就这样子，关闭尾箱，好。这辆车的悬挂设置呢，前麦花臣，后面是一个多连杆，轮胎尺寸为235 60R18，前后都一样轮胎，用在 Hankook 的 Dyna Pro HP2 的轮胎，前后都是单活塞的刹车卡钳。这车的车身高度呢，大概3根手指左右，所以我觉得这辆车上下车真的很好上，那高度是刚刚好，在老人家上下车的话，他们都觉得很舒适的哈。最有辨识度就是这个 L 型的 DRL 日行灯，我发现这个日行灯，只要你拉上这个手刹之后，它完全是没有的，你一放开手刹，它就会亮起来。表示在停车的时候呢，你就不用担心人家知道你在车上了。后尾灯也是类似 L 型的灯，前后都是 LED 的 signal 灯，车头灯都是 LED 的 projector headlamp， 下面也有2颗 LED 的路灯，让我想起了 Kia Carnival 了，真的很想念那台车。对不起啊各位，我一直在讲着它，那台车真的好开。我们来远程打槽这辆车，先按一个锁，再按着这个 hold。OK， 引擎已经打着了，可是你看那个日行灯是不会亮的，它也没有闪几下signal灯让我知道，而它的引擎是偏安静的啦，所以我在远程的时候，我可能不知道这台车已经打着了。只要我的钥匙在手上，我靠近这台车 ，side mirror 就会打开了，门的手把呢就会亮起了灯，只有在前面有而已啦，可是它还不会解锁的，你需要按这个按钮。然后它才会解锁，而且2个门都有无钥匙进入的这个功能。这辆车因为由于它有4轮驱动的这个选项哈，这一边会鼓起来稍微高一点点，也不太影响你日常生活用啦。座椅呢，它是可以做椅背倾倒，一键这样子拉它就倒下来了，很方便让我们出游或者是去IKEA买东西的时候呀。空间来说我一点都不嫌，而且这个座椅是有的调整那个角度的。好，现在是最斜的状态，有一个中央扶手。还有2个 ISOFIX， 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有升高173，多过1个拳头，哇，这个车的空间真的是跟 CR-V 差不多。我的头部空间呢就多于1个拳头，坐在这里一点压迫感都没有，而且这台车是没有全景天窗。我要表示这就是因为没有全景天窗，也不会觉得有压迫感，因为有些车就是顶棚比较矮嘛，然后就是靠这个天窗来解除那个压迫感。我很喜欢这个门的饰板，一摸上去呢，其实它是有入纹的，有一点小心思，感觉到这个东西不便宜，它带出来的感觉又高尚又有运动感。后有冷气出风口，还有一个小空间，左右的座椅都有 Type C 的接口哈，所以充电也比较快。还有2个 pocket， 还有一样东西我想不明白的，为什么前面2张座椅的头枕呢会特意做了一个勾出来呢？是让我容易上下车呢？而且它后面这里有塑胶的，你可以放在手机，它不会跌下来。还是让 TikToker 放在车上，然后在那边跳舞呢？我不知道有没有粉丝知道这个是干嘛的，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上面有一个灯，前面有2个灯，都是普速灯泡。我觉得最近的韩系车都很在乎我们使用者的方便，解锁跟锁门副驾驶也可以按得到。然后这辆车有点可惜了，所有的窗呢只有驾驶员有一键上下，左驾驶的座椅呢都是手动调节的啦。上下车真的很好上的，那个高度刚刚好的。那这边一个手扶，我坐在这边就有那个 L 型的设计啦。如果这里再做多一个，就是一个 X 字形的话，左驾驶有2个冷气出风口，中间这边有2个冷气出风口，那边有1个，所以总共5个。很少看到车子呢这边有5个冷气出风口的。坐上来这边一点的压迫感都没有，你看我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我就奇怪了，中间这里少了几个按钮，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可能外国有座椅通风、方向盘加热？是不是？因为毕竟这辆车还是本地组装了，所以它拿走也是不出奇的。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世界上最聪明的这个置杯夹。OK， 当你收起来的时候呢，这个空间也是很大的，按一下它就可以打开变缩小，很多车需要学习的一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手扶，虽然没有所谓的冰箱彩电，但是它的设计还是蛮独特的，尤其是这个排挡杆，来，灯还是比较传统的，这里按还是橙色灯哦。我也是很喜欢内饰的饰板，摸上去也是有路纹处理的，而且非常有心思。我很喜欢这种设计哦，看起来没有这么单调。可以打95了，没有问题了。
这个驾驶员的座椅呢就有8项的电动调节，腰部支撑有一点点哦，而且它的头枕呢也是蛮舒服的，够大，风琴式踏板。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卡尼夫它没有给呢？电子手刹、打开尾箱、头灯高低调节、Traction Control Off、门锁的按钮。虽然它没有镀铬饰上去，可是摸上去质感还不错的哟。上到车之后，因为我习惯了卡尼夫 Start Button 是在这里，可是现在搬到了这里哦，也是挺方便的，习惯了就好。踩刹车，按一下 Start。有小动画哦，有小心思哦。关一下门，而且这个仪表是有3种主题的，但是我现在换去 Link to Driving Mode， 这个是它驾驶模式切换，左右摆动的。当我切换到 Eco， 呀，它的动画、它的字体还有它的颜色全部都改变哦。你看到有一点像 Digital 这样。然后当我去到 Normal、Sport， 这个 Sport 真的好看，而且它的小细节就是你看它的 RPM 一上了之后啊，它的针那边有红色的哦，还有 Smart， 所以这辆车总共有4种驾驶模式而已啦。下面这边有你的瞬间油耗啦，还有你的综合油耗，因为刚刚我上来云顶了，所以一直踩嘛，这辆车走了4000公里而已哈。档位显示呢也是有做一点小心思的，当你切换到不同的档位的时候，它都会有少许的动画。更换这个咨询，这里按一下，它可以切换3种页面。第一个就是胎压侦测器，还有它的跟车系统 Attention Level， 这个就是我打着引擎之后会重新记录我现在的驾驶资讯。这个就是我添了油之后走了97公里左右啦。平常驾驶的时候我很容易拿到9 km per liter 或者是11到12 km per liter 的，综合油耗还可以啦。这就是时速啦，长按这个 OK， 它可以切换到 MPH， 其他的设置呢都是要通过这个唱机里面去更换的。所以这个唱机呢就有第一页，它好像锁屏这样哈。所以这里给我知道我的无线 Apple CarPlay 已经启动了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都是无线的哈。它的界面跟 Carnival 真的很大分别哦，但是 Sportage 就比较直接啦。还有跟 Carnival 一样的 Voice Memo， 我可以录一下我的可能开会的时候需要用的，或者我讲电话的时候有一些重要的资讯需要录下来。所以1、2、3、4、5，先生打老虎。OK， 那就 save 了。1、2、3、4、5，先生打老虎。哎呦，快点 delete 哦！它还可以分开一半的显示的，但是它的显示不多啦，就只有时间还有指南针而已，就这样子。Climate 这边就有它的冷气的控制啦，然后也很方便，我可以在这边控制。它有左右的恒温空调，然后这边有个 Sync button， 驾驶员可以控制2边的温度。还有它的风速，还有就是切换一些模式啦。这边就有 Auto Climate 嘛，你按下去之后呢，它有3个点，3个点代表它的 Auto 里面是最大的风、中等还有最小的风，跟 Carnival 一样，上面还有一个按钮，按一下，它马上就切换到娱乐主机的控制啦。然后还有一个星星 button 就是 Favorite 啦，我把它设置为一个 Quiet Mode， 这个就变成了音量啦。这个就是 Radio 的 Tune 或者是找一些 File， 然后你再按回来就是冷气的控制啦。然后这个有一个 Sound of Nature 呢，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它会有，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在电车上面有嘛，可是可能你要在车上休息的时候，你就可以模拟一些声音。如果你想要听到下雨的声音睡觉，这个也可以帮到你哦。Setting 这边就有分为 Vehicles， 所以这辆车的 ADAS 系统已经给到完了的啦。Smart Cruise Control、Stop and Go、盲点侦测、盲点镜头、车道偏离辅助啊、自动刹车系统啊，还有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 啊，它都完全给到。Driver Assist 这边都可以去玩啦。Cluster 就是更改我的这个仪表啦。所以我现在是 Link to Driving Mode 啦。这辆车 Hub 灯就没有给到像中国车这样，哇一大堆这样哦 ，Mercedes-Benz 这样哦，它只有在这边有一条，还有在中控这边有，包括挡挂这边。晚上看起来是蛮好看的，而且如果你觉得太亮的话，你要打开这个选项 Dim while driving， 驾驶的时候呢就会把它变暗，然后停车的时候它就会变亮，所以整个动画都是非常有细节性的。颜色的选项都有蛮多种，你还可以去自行的定义你要什么颜色。Follow me home 自动远光灯，所以我很快速的讲完这个主机啊，你们有兴趣的话买车你们就懂怎么用了，很简单而已啦。这里其实有一个盖可以盖起来，打开之后这边就有一个 Type-C 的插槽，还有 USB 插槽，还有一个12伏电瓦。这个档挂呢就很简单，踩刹车转过来，这里就是 D 档，一格 N 档，再一格就是 R 档。我发现到它没有震动哦。如果像 Carnival 进入到 R 的话，它会有带一点震动让你知道。然后它是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它拥有换挡拨片。然后通常我放到 P 的话呢，它也不会自动上锁这个电子刹车，所以我还是要用手动拉一拉。驾驶模式
左右转，陡坡缓降，当然不是让你下云顶用的，它可能维持到5到10 km/h 左右，在一个很陡的地方用而已。Auto Hold Parking Sensors 还有360的 camera， 它的解析度还可以哦。看那个动画多顺畅，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没有问题啦。然后这些按钮让我想起了以前的 Kia 跟车系统，可以按下去的跟车距离，这个 Favorite Button 也是可以设置的哈。我按了之后就是 Voice Memo，Hello Hello， 这辆车有自动头灯、前雾灯、后雾灯，还有自动远光灯。掰下去之后，这里有 Auto High Beam， 闪人家高灯是这个样子啊。还有自动雨刷，仪表呢，它的细节性是有的。当我把这个自动雨刷拨到 Auto， 然后还可以调它的敏感度，然后1档跟2档后雨刷开启，它都会在这个仪表上面显示的。包括我的头灯关掉啊 ，Auto 啊，打开头灯啊，它全部都会在这个仪表上面显示的。全液晶仪表化的好处就是，当我打醒了之后啊，它也会打开我的盲点的地方，对于女性的帮助性也是很大的。最怕就是左后轮上到一些不该上的地方，他还担心你看不到转速表，上面还会显示；左边看不到时速表，它上面还会显示啊，所以这些细节它都有到位。OK， 我们去打开这个引擎盖看一下。这具引擎是来自一个 1.6 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177匹马力，265个牛顿米的扭力哈，扭力从1500转到4500转爆发出来，再配到这个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低转有力啊，日常生活开也是很好开的。而且我这辆车只是前轮驱动啦，它有4轮驱动给你买。现在站在这边一点潮都没有，配置看完了，最重要的驾驶体验环节来了，跳入试驾环节 ，Let's go。OK， 好，这个打着车动画蛮不错一下，每一个细节都有到位哈。我们来去试驾这一辆2026年的这个 Kia Sportage。那老实讲哈，韩国车对于我们一路来的印象哈，因为早期韩国刚开始开发汽车的时候啊，它也是像现在的中国一样啦，然后也磨合了很久，然后一直在努力去学习怎么去造车。所以早期的时候，前期的 Kia 或者是 Hyundai 的车，我就觉得就一般般哦，它有给到你配置啦，外观跟内饰都有，但是它用的材质哦，有些一般上啊，都是那种很普通的 plastic 啊，然后可能会不比一些啦，不是全部啦的日系车用的料好，OK， 然后呢就开起来的感觉也是一般般，它也不会让你觉得那辆车非常有特性啊，不会，就平平无奇这样子啊就可以开咯，然后动力是一般般哦。配置就非常的丰富哦。如果当年好像比如说以 Kia Sorento 或者是 Optima K5 再对比这个日系车的话，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中国车的出现嘛，所以对比日系车的话，它的给到的配置是蛮足啊，记忆座位啦等等啊，天窗啊哈。OK， 那现在的 Kia 或者 Hyundai 呢，它就没有太在乎这一些，反而他们我觉得比较追求他们做好它的驾驶那个体验啊，把那个驾驶方面做得更好的话，给的配置呢就该给的都有给啦啊，反正他们就是把那个心思放在了驾驶体验那方面啊，还有就是引擎的那个调教方面啊，还有就是一些小小的细节方面都有做到位的啊。OK， 那它就颠覆了以前呢我们开 Kia 或者是 Hyundai 那种不觉得好开的车就一般般那种哈，反正现在的 Kia 做的还不错。OK， 我很喜欢就是它的变速箱哦，你看我在刹车的时候，它会一直在做降档，好让它可以拥有这个引擎刹车。我发现这几天我驾驶下来哦，斜坡的时候，那我正要在刹车嘛，然后刹得比较重的时候呢，它会降档，让那个转速提更高的哦，可能在2-3千转左右。那时候的你的刹车就不需要点太多，因为它靠这个降档来做引擎刹车嘛。然后我出的时候呢，就轻轻点一下油门，它整个过程呢都很顺哦。这个双离合啊，坦白说，你如果不说它是双离合，你可能觉得它是一个 AT。后来它比一些中国车，我不是说全部比一般上的中国车来做得更好。这个起步方面，你不会觉得那个 Auto Hold 啊，就好像一起步的时候就好像那种冲出去很不舒服啊，有一点顿挫感这样子啊。反正我觉得这个还不会的。那它的驾驶模式呢，现在我是放在 Eco Mode， 所以呢它的转速呢还是很愿意上的，可能它跟着我的油门踩踏的这个深度，然后就决定它到底几千转升档，它也不会太懒散哈，顶多就是油门呢没有这么敏感啊。
然后它的降档呢能够尽量啦，然后尽量就维持在低转升档，但是你要动力还是可以的。那我踩一半的油门，虽然会慢个半拍左右啦，在 Eco Mode， 可是你看它的动力还是有的。你这辆车大概3000转左右，你会感觉到它是 OK 拥有这个 Full Torque 最高的扭力爆发出来，感觉实际上就是这样。而一般上我们城市驾驶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在2000转的时候才拥有这个动力的出现啊，2000转以下就比较柔和顺和一点啊。然后这辆车每天一打着引擎之后啊，它的 Lane Keep Assist 车道偏离的辅助一定会开启，所以它是要我很靠近那一条白线，你看啊 ，OK， 它才稍微把我拉回来一点点，它不会像中国车做到很像一下子吓到你把你拉回来这样子的。而反而我觉得他把它做得更细节化，它轻轻的、慢慢的、很柔顺的把我拉回来。OK， 这个是 Lane Keep Assist。但是如果我在方向盘上面呢，再按多这个方向盘的按钮，按一个，你看那个 logo 出现了啊，它就会把我保持在 lane 的中间。OK， 虽然这个是不是说一定要让你按着手机来开车这样子，但是我示范给你们看的。你看它把我保持在中间，它不会像乒乓球这样了的。那好在呢，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这个功能呢，你可以在方向盘这个按钮长按一下 ，OK， 它把所有的东西都关掉了，所以它不会再骚扰我什么 Lane Keep 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用 ACC 跟车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开启两个都要 ，OK， Lane Keep Assist 跟 Lane Keep Centering 都要开，方向盘上面有一个跟车的系统，按一下就会跟着你现在的距离来设置你的定速，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个按钮呢往上拨，我可以调到100 km/h， 然后我的跟车距离呢是调在了最远的哈，所以这里按一下，你可以调近一点 ，of course。OK， 那整个跟车的系统呢，我都觉得很柔顺了哈，很舒服，很 smooth。不会因为前车有进来你的这个车道中间，然后它一下子忙刹车这样，跟车跟到很舒服只是说这个方向盘的动作好像有一点小大，不过也不会让你觉得这辆车很晃动啦。虽然我觉得你不需要把那个方向盘纠正的这么厉害，对吧？你看我行驶着80 km/h 左右，那我的转速都不到1500转了嘛。OK， 你看它叫我握紧那个方向盘了。OK， 尤其是现在的这个车道没有这么清晰的时候，它还是可以跟得到。OK， 这个就是它跟车距离，而且它有 Stop and Go function所以我堵车的时候用都是相当好用一下只是说那个问题在于就是它是双离合，就是起步的时候呢，它还是比 AT 多了一点点少许的顿挫感比一般的中国车做得好了，它的双离合。可是它还是避免不到还有一点点的那个顿挫感比起 AT 来讲。OK， 那我把这个跟车关掉了我通常你知道吗？我都是自己开车，不喜欢用这个的。驾驶模式还依然是 Eco Mode。那我现在把它切换到 Normal Normal 的时候呢，仪表都很好看了而且呢，这个驾驶模式呢都会记着的。你每一天打着引擎的时候，它还会记着你上一个驾驶模式开回给你OK， 我把它推到2000转左右吧，2000转左右，大概118 km/h 左右的时速。OK， 然后这几天驾下来，我很喜欢它的这个盲点侦测的镜头。虽然这辆车有盲点侦测 warning 给你，可是它还依然有跟卡尼沃一样我很喜欢的就是有盲点镜头。OK， 虽然那个 warning 只是我觉得 warning 也是好啦，没有 warning 我也是 OK， 反正这个盲点的镜头它很帮助到我日常生活驾驶的这个盲点之外呢，就是我拐弯的时候，有时候旁边会有一些 divider 然后就是它照得很清晰尤其是驾 SUV 看不到下面有什么，对不对？那个就是其中一个盲点它都可以让我知道下面有没有所以我开车都比较安心了。再加上那个大镜它的 side mirror 够大，所以它的视野的全部通通都很好后面的镜子也是很大，所以这个车我完全就是开得很舒服那种，不会有什么压力的。那再说回来呢，就这一次的 Kia Sportage 比起上一代，真的那驾驶体验好了太多。以前的 Kia 的老是感觉到就是变速箱换挡比较慢，而且它本来我不需要把它拖到这么高转换挡，我只是轻轻踩而已，它还是依然的把那个转速提到蛮高一下。可能你看
可能就是我们轻轻踩的还是一来要2500、3000转来换挡这样子，感觉到没有必要是吧？是不是你低扭的时候没有力呢？对，以前的 Kia 的 NA 车呢，就低扭的时候没有很好的，通常都是要拉高转。我可能觉得它就是因为要把它做到低转的时候比较省油，所以 CVT 还没有开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动力这样子啦。所以你会觉得城市驾驶的时候比较吃力哈。可是现在的这个 Sportage 呢，已经是拥有1.6 Turbo， 所以城市里面驾的时候就解决了这个什么低转速没有高扭力的这个问题啦。Sportage 的这个性格又不一样的特性，它不会给到你太运动化的，我觉得它是偏离舒适，可是它舒适的来呢，又不像一般上的中国车，有些 SUV 啦，不是全部哈，有些 SUV 感觉到就是它为了舒服而舒服，然后悬挂特意把它做到软，然后你在开着的时候，那个车就没有什么路感呢，就是这样子去。然后还会摇左右晃动这样，然后有时候乘客你没有心跳让乘客会去晕的，但是它还是会造成你坐死的时候那个体验就不太好，晕车人特别爱晕然后这辆车悬挂是偏硬少许，所以我可以说它比中国车做的更 refine 更加精致然后它的车身晃动也没有这么大。然后我过弯的时候呢，那个侧倾也没有很大哈，因为这个价位的关系，让马来西亚人好像没有太去看到它。可是我还是坚持那一个说法所谓的1分钱1分货，车也是一样，它可以卖到这个价钱，它肯定会有一些技术上的那些细腻的地方，它做得到哈。OK， 它敢的卖这个价钱是可以的。你要买一个精致的车，还是你要买一个草草了事的？配置给到你满满的车呢，这个就是大分别。我靠它直接在马路中间要停下来了咯。哎呦 ，OK， 那我们现在是时候换了去 Sport Mode。这个 Sport Mode 呢，就它很愿意降档，让档位再低档一点点，转速高一点点，然后我的油门是特敏感的，然后方向盘也是，马上很重去啊。Alright， 那你们看好了哈，等一下我就是这个 collision warning 会帮我踩一点刹车一点点不是很严重然后我如果前面还有车，然后我还在踩着油去，它也会看我的 power 这样子。看 OK， 我重刹车，你看到吗？那个转速 OK 呀，很 sport 是不是？这个一般上我们才在宝马上面看见的，一般上的日系或者是中国车的车很少会有这样的这个反应哈。来，我们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 ，Go！ 会打路这辆车我才拿第几天罢了，我还没有真正是 test 过它的 top speed 的。我很喜欢它，就是因为它有档位的显示 ，DCT 才有的我发现在韩国车 ，AT 好像没有的显示官方是讲200 km/h 啦OK， enough，just enough，OK。现在我换它去 normal mode 我拿车到现在我没有办法做油耗测试我拿车的时候他也没有给我满桶油，大概3/4这样子，总之是多过半桶啦。那时候还可以讲走一个300多 km。然后我在城市里面驾大概100公里的时候城市里面驾我的油耗得到的数据大概也就是11 km/h 左右啦。你讲它很省油吗？因为我可能上一次我习惯开这个 Carnival 了，那个柴油的油耗真的是比较低的，很好了所以这个油车回到来就比较特别的普通啦，也没有讲特别的好。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SUV 的油耗咯。OK， 这辆车怎么都有说都1.8吨左右吧。哇，这个过弯。差不多150 km/h 左右，我的转速才2500转。这个对于我们上高速的时候的油耗有帮助到。哇 ，Elza High Cam
Jam， 手牙。我们来听一下它的音响吧。换挡拨片这时候可以用，而且它有降档补油，因为它还是 DCT， 然后它的升档跟降档的反应都特好，尤其是它的变速箱反应，还有就是换挡拨片一按下去，它的反应其实蛮快的。OK， 只有前轮驱动的它过弯会怎么样呢 ？OK， 这个时候进入到最快乐的环节，就是120 km 把握过这个弯到底会是怎么样呢？我会放在4档高转一点，点着那个油门不松油门的去。哦，哇哦 ，OK， 我终于知道现在的韩系车它跟之前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了，就是它的这个方向盘的精准度是有到位的，虽然它也没有太多的 feedback。OK， 马路的回馈的感觉没有太多，可是我的角度啊，我的拐弯的角度的幅度也没有这么大，而且它很跟着我的心要去，接近了就是日系的马自达或者是宝马那种感觉哦。我的精准度，你看我的心要给多少度，它就是多少度，所以我很容易预测到我的方向盘的摆动哈。有猴子在马路边。Alright， 所以总结来说呢 ，Kia Sportage 适不适合你呢是最重要的。凭着它的帅气的外观、高科技的内饰，不是千篇一律那种彩电、冰箱、大沙发那种，它给到你一个很特殊的那种印象。我开出去的回头率也是其实蛮高的。配置 OK 不错，给到位，然后它的样子跟内饰给到你了哈。所以今天你们正式要考虑一台 SUV， 这样的价位，不如可以去看看这台 Kia Sportage。它有分为 2.0NA 还有 1.6 Turbo 的，给你选了4个规格了，从129千起啊。各位朋友们，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节影片再见，拜拜。